嗨，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说你的心，你可以想成是你的灵魂啦、潜意识、直觉这些，跟你的意识，就是那个比较理性思考的脑袋，这两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合作，达到所谓的合一呀？书里面提到，当你的心灵和意识可以携手合作的时候，好像就能驾驭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叫做外在意图，然后可以帮你实现一些你本来可能觉得不太可能的目标哦。没错，这个探索过程，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部分来看。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心和思想，它们基本上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呢，再来谈谈怎么去唤醒你里面那个其实一直都在的力量。再来就是怎么摆脱一些无形的束缚啦，像是社会的制约啊、限制性的想法之类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这个心灵跟意识的完美协调。哦，听起来很棒耶。准备好了吗？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话题。好，那第一部分，心与思想。书里一开始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独一无二的嘛。对。可是后天的个性啊、想法、习惯、知识这些，慢慢形塑成现在的我们。但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就算你有时候脑袋放空，什么都没在想，你还是会感觉到我还是我，那种自我的完整感好像一直都在。这个感觉很重要。书里面就是把我们的心理分成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意识，主要负责思考、分析，就是我们的思想活动；另一个是潜意识，这个就比较跟我们的感受、直觉，也就是所谓的心或灵魂有关。思考是脑袋管的，但感觉是心的事情。了解。那书里提到的摆锤是什么？听起来好像会干扰我们。没错，这个摆锤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制约、信念、价值观这些东西。它们常常会限制我们的想法，让我们产生很多限制性的认知，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可能，无形中就缩小了我们的自由度。就是因为这些摆锤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忘记，其实我们跟宇宙的本源，那个更大的整体是有连接的。书里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他说，我们就像海浪的飞沫。海浪的飞沫？对，一滴水花溅起来，暂时离开大海了。他可能会忘记自己本质上跟大海是一样的，都是水。他只认同自己是那个短暂独立的水滴。生与死就有点像这样。当水滴回归大海，那种分离感消失了，他才能重新体验到跟大海合一的感觉。所以很多濒死体验者说，感觉到平静、幸福，就是因为那种回归大海、体验合一的感觉吗？对，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跟宇宙本源其实是相同的。你看，人类历史上那么多宗教、灵性追求，其实很多都是在寻找跟宇宙连结、达到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开悟。那开悟的人就能运用宇宙能量，跟这个外在意图有什么关系？开悟的大师，他们的思想能量据说可以跟外在意图这种宇宙能量产生共鸣。他们的意念可以跟主宰世界的那股强大的外在力量方向一致，所以好像就能做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书里把它比喻成外在意图之风，这股风能把你带到跟你思想品质相应的那个叫做替代空间的善区。哇，听起来好厉害，但一般人做得到吗？这就是重点了。我们不一定都要追求到开悟那么高的境界嘛。书里提供的所 transferring 这些方法，就是希望帮助一般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外在意图可以顺从我们的意愿。那关键是什么？关键就在于心灵合一。你看哦，我们的理性心智有意志力，可以设定目标、下定决心，就像船长可以决定要升起心灵之帆。但问题是，光靠理性，你感觉不到外在意图这股风往哪里吹。而你的心，或者说灵魂、直觉，它很敏锐，能感觉到风向，但它本身没有那个意志力去主动驾驭。所以一个有帆没方向感，一个有方向感没动力。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两者必须合作，心灵合一，才能让外在意图变得可以被我们的意志所掌控。要达到这种和谐，掌握外在意图，有几个关键条件。第一个是觉察，你要意识到自己内在的状态跟外在的影响。第二个是降低重要性，不要把目标或过程看得太过于重要，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压力跟执念。第三个就是放下目标，不是放弃目标哦，是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哇，觉察，降低重要性，放下执着。听起来好像不简单。再来，书里用了绿野仙踪的比喻，说那个袭人想要心，稻草人想要脑，狮子想要勇气，结果发现他们早就拥有了。这是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内在已经有实现愿望所需要的一切了吗？正是这个意思，你其实已经拥有所需的一切了，只是需要给自己一个允许，允许自己去拥有它。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相信自己有？这就要回到刚刚说的摆锤了，因为一个自由有力量的个体，对摆锤来说是个威胁，它不好控制，所以摆锤会不断灌输各种标准规范，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让你乖乖顺从，打压你的潜能。所以我们常听到的成功只属于少数精英之类的说法，也是摆锤的影响。很有可能，这种想法会让我们的心灵跟心智产生分离，这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一旦你相信了，你可能就不敢去追求你真正渴望的。你想想看，历史上所有那些伟大的发明、艺术创作，哪个不是创作者转向自己的内心，从心灵深处汲取灵感才创造出来的？我们的理性心智很擅长学习、分析、复制，但真正独一无二的原创、卓越的作品是来自于心的创造力。所以，如果听到有声音说你能力不够啦，你不值得拥有那个目标，不要轻易相信。绝对不要，那些很多都是摆锤试图让你卡住的杂音。你要相信，你内在有无限的潜能，你有权利自己决定游戏规则。摆锤会一直告诉你，你的目标太难了，不可能实现了，但你要无视这些。只要你做到心灵合一，就有无限的可能性。感觉就是要打破很多既有的信念。对，要摆脱那些普遍信念的束缚，相信你心的无限可能性，然后引导你的理性心智去面对它。书里提到的 Transurfing 模型，就是帮助你打破这些错误观念的工具。那书里说克服自己是最大的幻觉，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内在有很多负面的东西需要去对抗、去战胜，但书里认为，你的核心、你的心灵本身是纯净的，没有所谓的负面。那些看似负面的，比较像是后来沾染上的灰尘，或者是摆锤强加给你的面具。你不需要去改变自己，只需要把那些灰尘擦掉，把面具摘下来。所以不是要变成更好的人，而是要找回真实的自己。没错，展现你那个独一无二的内在宝藏。你本来就值得最好的，因为你是独特的、特别的。书里还提到一个概念叫幻象，就是模仿偶像这件事。为什么说模仿是徒劳的？因为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成功啊、财富啊、名声啊，好像都是少数人的专利。对，好像明星都是天选之人。但书里说，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只是他们没有相信那种只有少数人能成功的欺骗罢了。摆锤很喜欢推崇一些明星或偶像，让大家去追捧、去模仿，这样可以让大众为了追求那些目标而努力工作，符合摆锤的利益。但他其实不太关心你个人能不能真的幸福。摆锤会刻意隐藏一个事实，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和光芒。所以盲目模仿别人，其实是在追逐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目标。真是如此。书里提到，每个灵魂在那个替代空间里都有自己独特的善区和特质。模仿别人等于是想挤进别人的善区，那当然很难成功，而且会很痛苦。特别是青少年，好像很容易崇拜偶像，想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对，
青少年时期特别渴望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很容易受到摆锤影响，倾向于从众。但你看那些真正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人，往往是那些敢于展现自己灵魂独特之处的少数人。所以欣赏榜样是 OK 的，但不要失去自己。没错，你可以欣赏别人，但绝对不要盲目模仿。你的灵魂、你的心才是你真正的标尺，所以爱自己才是一件非常有建设性的事情。了解，因为明星之所以是明星，也不是靠模仿别人来的。对啊，你的独特性是没有人可以复制的。放弃去模仿别人吧，那只是徒劳。做你自己。摆锤会一直用"你还不够好""你没有那个条件"这些想法来阻碍你，但你要记得，你拥有无限的可能性。那如果一直追逐别人的目标会怎么样？通常会带来很深的失望感，因为那不是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所以关键还是要学会倾听你的心，他才知道你在哪个领域用哪种方式才能像明星一样闪闪发光。所以 Transurfing 这个模型也能帮助我们打破只有少数人能成功的魔咒。对，只要你愿意去发掘、去善用你灵魂的独特品质，就算是摆锤，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你，甚至为你所用。接着书里谈到守护天使，这个听起来，有点悬哦。哈哈，是有一点。但书里面的观点是这样：你相信它存在，它就存在。意思是信念创造实相。可以这么理解，你的信心和你的感激之情能够赋予这个守护天使真实的力量。而且它跟摆锤不一样，摆锤只有在你符合它利益的时候才可能帮你，但守护天使是只照顾你个人的。那我要怎么想象它？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形式去想象啊，甚至可以把它就看作是你自己的灵魂，你内在的智慧。重点是不要小看这个概念的作用，知道有一个专属于你的力量在支持你、照顾你，其实能够很好的平衡我们有时候过度的自信或自大。避免太骄傲。对，能带来一种内在的平静感。而且书里提到一个技巧，为了避免成功之后因为太骄傲、太自满而产生那种负面的过剩潜能。过剩潜能。你可以把你的喜悦和成功归功于你的守护天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消散掉那种可能带来反作用力的过剩潜能，另一方面，你还是可以很安心、很开心地去庆祝你的成就。这方法不错诶。而且书里还说，你的天使也需要你的能量回馈，所以要常常去爱他、感谢他，这样他也会变得更强大，然后更能回报你。好，接下来第3部分谈到一个听起来有点沉重的词——灵魂之河。这是什么意思？被关起来了吗？可以想象成一个隐喻啦。书里说，我们的灵魂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充满希望和信任的。但很快地，社会上的摆锤就会开始对我们灌输各种观念，像是人生就是竞争，你必须努力为生存而战，你要为这个体系效力之类的。好像是从小听到大。对，而且摆锤还会透过各种讯息和能量交换来激发我们的负面情绪，像是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担忧、对别人的愤怒、恐惧等等。因为这些负面情绪对摆锤来说是能量来源。哇，所以摆锤是靠吸取我们的负面能量为生的。书里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如果没有这些摆锤，世界本来可以更幸福，资源和机会其实是充足的，根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充满压迫和斗争。我们常听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摆锤的世界里常常被扭曲成一种非常负面的剧本，不断强调弱者淘汰，比大自然的法则残酷多了。所以这个盒子就是摆锤设下的限制。对，摆锤把我们的灵魂困在了这个盒子里，强迫我们遵守它的规则，追逐它设定的目标，很多时候是虚假的目标。这会让我们耗费大量能量，甚至引来平衡力量的反噬，活得很累。那摆锤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为什么这么强大？书里说，它的力量主要来自2个地方。第一，是我们这些追随者赋予事物的重要性；第二，
是我们的缺乏觉察。重要性，缺乏觉察。对，当我们把某件事看得很重、很执着，或者对摆锤的挑衅不假思索地做出惯性反应，像是生气、焦虑，我们就在无意中给了摆锤能量，并且活在他写好的剧本里。那有办法挣脱这个盒子吗？绝对有，关键就在我们前面稍微提过的，练习放弃重要性，并且保持觉察。放弃重要性。对，把那些让你失衡、让你压力爆表的事情的重要性程度往下降。试着意识到，很多时候是摆锤在挑动你，他渴望你给出重要性的反应，那不一定是你内心真正需要的。当你能够觉察到这是一个游戏，并且有意识地降低内在和外在的重要性，让它趋近于零的时候，摆锤就高不住你了，那个无形的盒子自然也就瓦解了。听起来像是在玩一场心理游戏。有点像，重点是你要夺回主导权，你不需要为摆锤而活，你有权利选择为自己的快乐而活，去追逐你真心渴望的目标。可是摆锤好像很会打击人呢。当你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掌控的时候，他又来捣乱。没错，摆锤会不断制造情境来证明，你看吧，你就是不行。所以持续保持低重要性，并且有意识的行动，看穿它的剂量，这非常重要。书里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很美，叫做灵魂频率，原文是 frail， 这是在形容什么？很难用言语去精确描述的本质。你有没有遇过有些人，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他很有魅力，不是因为长得多好看，也不是因为特别聪明或怎样，就是有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有诶，就是一种气质或氛围的感觉。对，书里认为这种魅力很可能就是那个人的灵魂频率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而这种魅力的来源是他们内在心灵与意识达到了和谐。那如果常常自我批判、跟自己过不去的人，是不是就比较难散发这种魅力？书里是这样说的，自我批判、内心不和谐会掩盖住这个频率。反过来说，当你内在感到平静、和谐的时候，那道内在的光芒就会被点燃，心智跟灵魂的频率就能够统掉。那要怎么让这个频率展现出来？一个很好的方法是透过你真心热爱、充满热情去做的事情。当你沉浸在其中时，你的心会很活跃。这时候心智如果能捕捉到新的指引，就比较容易连接到外意图，加速愿望的实现。可是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让心智跟心连结。对，主要的阻碍还是来自于重要性，以及摆锤灌输给我们的那些虚假的目标和价值观。比如，摆锤会设定一套关于美貌、成功、财富的标准。当心智用这些外在标准来评判自己，发现达不到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自我厌恶，然后试图用各种面具来掩盖真实的自己，也就是那个灵魂频率。这样反而让心灵的裂痕越来越大。所以前面说的模仿偶像，也是在用别人的频率来掩盖自己的。没错，那根本是缘木求鱼啊。因为那些明星之所以成功，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心智跟他们自身的灵魂频率达到了和谐，而不是因为模仿了谁。那要怎么让心智跟心的频率调和呢？关键一步就是要让你的心智相信，你的心、你的灵魂是值得被爱的。这就是爱自己的核心意义。这里的爱自己不是那种自满或自负而是真正去理解、去接纳自己的独特性，一种无条件的爱。又是重要性。摆锤的外在重要性，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和内在重要性，过度看重自己的优缺点，都会阻碍我们爱自己。对，所以要练习放下对他人标准的崇拜，试着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标准。当你能够真正的去爱你的心，接纳你自己时，书里说，外在意图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你带到一个更能让你完全接纳自己、展现真实自我的生命线上。想到那句“爱你的邻人如同爱自己”，前提好像真的是要先懂得爱自己。没错，那个传说中人人追寻的圣杯，其实不在外面，它就在你的内心深处，就是你灵魂独特的那个灵魂频率。好，我们来到第4部分，心灵合一。前面提到，心智好像常常被摆锤影响，变得太理性，甚至会打压新的梦想，觉得那些太不切实际了。是啊，因为心智习惯了逻辑和按部就班，
他无法理解心的那种跳跃性思考，那种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要如何实现。所以当心提出一个愿望时，如果心智觉得太扯、太没道理，他可能就会阻止这个愿望进入物质现实层面。但书里反而说，要实现愿望最重要的条件是允许自己拥有心灵渴望的东西，这不是跟心智的理性冲突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因为书里认为，没有心的支持，单靠心智的力量其实很有限。但一旦心灵和意识能够合一，就能产生那种近乎魔法的外在意图的力量。哦，怎么说？心智比较擅长管理内在意图，就是我们下定决心、规划行动这些；而心呢，比较擅长连接和管理外在意图，那股宇宙的能量流。当这两者融合、同心协力的时候，外在意图就变得可以被引导、被掌控，用来实现我们设定的特定目标。所以，幸福的秘密就在于心灵合一，而不幸福往往来自于内在的分裂。可以这么说，心跟脑常常在打架，当然会不开心嘛。那具体来说，要怎么练习心灵合一呢？有没有步骤？书里提供了一些方法。首先，第一步是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对，而且是要确定那是你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摆锤塞给你的，或是为了符合社会期待的虚假目标。你可以回想一下小时候真心渴望过什么，对比现在的目标，感觉一下。在考虑目标的时候，练习刻意的降低内在重要性，我能不能做到？我够不够资格？和外在重要性，这个目标够不够厉害？别人会怎么看？先别管它有多难，也别管它有多了不起。那怎么判断是不是真目标？专注在那个目标实现时带给你的内在舒适感。如果想到那个画面，你的心感觉很轻松、很快乐，甚至像是会唱歌一样，那很可能就是你的真目标。但如果感觉沉重、有压力，好像是应该要去追求的，那可能就是假目标。如果我现在好像没什么特别想要的目标耶，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可能你的生命能量比较低落，这时候可能要先关注身体健康，好好休息。另一种可能是你的心智已经把你的心困得太紧了，心不敢再发出声音。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先从练习爱自己、接纳自己开始。了解。所以不要轻信那些叫你一定要改变自己才能成功的说法。对，那些常常是摆锤的伎俩。Transurfing 反而建议你先接受自己，把心智的注意力从批判转向关照你的心。好，确定目标之后呢？第二步，练习聆听心的声音。聆听心的声音，具体怎么做？这需要养成习惯，随时去关注你内在平静的水平，感觉一下你现在是放松的，还是有点紧绷。任何让你感觉到内在紧张、不安、压力，甚至隐隐的恐惧，通常都代表你的心灵和意识不太和谐了。那种模糊的不安感吗？对，心的紧张感常常表现为一种模糊的预感，但很容易被我们心智的逻辑分析给盖过去。所以，下次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先用理性分析一遍，然后停下来去感受一下你的心。对于这个决定，你的心有没有一种内在的紧绷感、抗拒感？如果有呢？那就是你的心在跟你说不。而且书里强调，当你的心说不的时候，它几乎总是对的。哇，这么肯定？所以如果你的心感觉不对劲，但理智上觉得好像应该要做，那么尽可能的试着拒绝或暂缓那个决定。了解，确定目标，聆听心声。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要用视觉化了？对，当目标确定，而且心也同意之后，下一步就是实现心智跟心在拥有和行动上的合一。我们要相信，外意图的力量远比我们单靠努力的内意图强大得多，它会自己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这时候用一些技巧来帮助调整我们的思想能量，像是观想幻灯片，或者运用肯定句。幻灯片就是想象目标实现的画面吗？对，但重点不只是画面，更重要的是去感受那个画面成真实的感觉，用心去体验。那肯定句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肯定句不是光用嘴巴念就好哦，要伴随着相对应的真实感受，不然只是无意识的重复，效果不大。还有，肯定句最好要具体、
聚焦在单一目标上，不要太发散，一次想搞定所有事情。而且每次重复的时候，最好都能带入一些新鲜的感受元素，避免变成麻木的口号。另外一个重点是，肯定句要针对原因而非结果，并且要用肯定现在式的语气。比如说，与其说我将会一切顺利，不如说我感觉一切顺利，或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用现在式，对，表达一种已经在发生或已经拥有的状态。还有，最好在心情平静、情绪起伏不大的零情绪状态下进行肯定句练习，这样效果最好，也能避免因为过度渴望太执着而产生反效果的过剩潜能。所以拥有的意图不能带有那种我好想要，我非得得到不可的执念。没错，一旦有那种强烈的渴望和执着，就很容易被摆锤构筑，反而会制造阻碍。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个综合的幻灯片，把目标实现时的感受、听到的声音、看到的画面，还有肯定句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核心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好舒服，我感觉很自在。书里最后还提到一个听起来比较进阶的技术，叫做通往替代空间的窗户和框架技术。这是什么？这个稍微复杂一点。他提到，我们的心智常常会有一种内在独白，就是脑袋里一直碎碎念、分析、评判的声音。这个声音常常会盖过新的直觉感受。对，脑袋停不下来。但是在某些时刻，比如说刚睡醒，或者非常放松的时候，心智的控制会短暂的松懈，这时候就会打开一道狭窄的窗户，让新的直觉感受，像是模糊的预感内在的声音有机会涌入我们的意识。像灵光一闪那样。对，所谓的启示或灵感，很多时候就是透过这个窗户，从替代空间经由心传达过来的知识。不过要注意，如果是心灵合一，在负面情绪上，比如一直担心某件事，那这个窗户打开时，也可能透过外溢意图，把最坏的预期给实现了。哇，那要怎么有意识地运用这个窗户？书里说，我们平常清醒时，运作幻灯片就像是慢慢地把物质现实往目标的那个善区引导。但如果在窗户打开的那个瞬间，也就是心灵连接最强的时候，去植入目标意念，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物质的实现。这就连接到框架技术，你要练习把目标最终实现时的那种核心感受，浓缩成一个非常简单、强烈的框架，可以是一个画面，加上一个标题，比如说成功了，或者搞定了。然后练习在感觉到窗户可能打开的那个瞬间，比如非常放松，或者内在独白暂停时，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框架投入到你的意识中。听起来需要很高的觉察力和练习。对，这个技术确实需要耐心和不断练习，要让心智先熟悉、发展出那个属于你的框架，然后学会在恰当的时机自动把它投射出去。哇，今天聊的内容真的又深又广，感觉收获满满。核心讯息听起来就是我们要学会找回内心的声音，不要让理性的脑袋完全压过感性的心灵。当这两者能够和谐共振，我们就能更有意识地，也更自主地去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体验了。没错，总结得很好，关键就在那个和谐与平衡。如果大家想带个小练习回去试试看的话，今天可以花个几分钟，找个安静的时刻，问问自己的心，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持续地感觉到一种说不上来的内在紧张，或者隐隐的不舒服、不对劲。不用急着去分析为什么，也不用批判这个感觉好不好，就是单纯地去辨识、去感受那个心好像在跟你说不的信号。练习去聆听心里的语言，我觉得是迈向心灵合一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这个练习很棒感觉很实用，大家不妨真的试试看哦，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哦。好了，那今天的知识漂流瓶差不多就到这里喽，别忘了把这一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咱们下一集见，拜拜。